还没跟您说呢。这个要曝光张林月的是那天爆料唐小小怀孕的姑娘，也是 Jerry 的前女友。Jerry 的前女友？这什么呢？这事儿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呢？有什么乱的？那姑娘就为张林月跟 Jerry 分手。我觉得这是 Jerry 受益的。马总啊，Jerry 都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了，您是否应该给他个台阶下呀？这个事儿呢，你和杰瑞好好商量一下。如果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，我是可以考虑让他回归的，好吧？你知道吗？自从我在医院里面，医生告诉我怀孕了，我当时我真的是太意外了，我太震惊了，因为我没有想到我这辈子还能怀孕，还能有自己的孩子，所以这个孩子对我的意义真的是太不一样了。我也知道我特别自私，我知道我想一个人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把他养大，我并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，这对你很不公平。但是希姐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做妈妈的机会了。我本来吧，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的，但是我觉得那样的话，真的对你太不公平了，所以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哎，他们都哪儿去了？我去陪他们玩会儿。我马上就过来啊。好，来吧。我宣布一个人事任免决定，鉴于市场部唐小小辞职，公司正式任命齐丽为市场部总监，统领市场部的工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反对。按照公司先前的决定，是应该根据我们2个团队的销售业绩来任命市场总监。那么现在竞争还没结束，公司就提前决定了市场总监的人选，我觉着好像难以服众吧。李虎阳，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。可是，唐小小已经辞职了，你们这个团队现在是群龙无首，公司又面临着很严重的滞销问题，所以公司才提前决定让齐丽来担任市场部总监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您刚才说理解我的心情，谢谢。但是相对于您的理解，我更希望得到的是公司的信任。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唐小小和齐丽的竞争，并不单纯是他们2个人之间的竞争，而是我们2个团队为了公司的业绩在奋斗。我觉得，您刚才说群龙无首是吧？那好，我李谷阳非常愿意挑战我们团队组长的这个职务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吧你！这是拿公司的大事当儿戏。高总，您的学历比我高，您从业的时间也比我长，我相信您应该再清楚不过，一个企业之内2个团队之间的良性竞争，对这个企业的效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而且，我觉得相对于我的行为，那种根据一个人的性别就来决定职位的任免这种行为，我觉得才是儿戏，才是胡闹，是笑话。我们谈的是公司的工作，你扯那么远干什么？我跟您谈的就是工作啊。今天在座的，我看好像男性居多是吧？说白了，大家都是爷们儿。那好，我就说点爷们儿该说的话。10月怀胎，
一朝分娩到底有多苦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经历过。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也没经历过，但是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你们的母亲，他们在怀你们的时候到底经受了多少痛苦？你们也可以回去问问自己的妻子，问问他们为了你们的事业，为了你们的家庭，为了你们的孩子，他们又付出了多少？你们再好好的问问自己，如果是你们的妻子，在职场上就因为她的性别，就因为她怀了孕，就遭受别人的歧视，你们能不能接受？我跟您明说了吧，段总，要么公司开除我，要么我来担任我们团队的组长，我就用唐小小留下的那套营销方案，我到底看看能不能成。我再多说两句，我觉得这个公司里啊，有的人就是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，吃饱了就骂厨子，就这种人还口口声声说在公司要干什么事业，我就我的话讲完了，谢谢。咱们这一组人跟小姐都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小姐平时对大家怎么样，不用我多说，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。我就问大家一句话：我们这次能不能拧成一股绳，堂堂正正的打败齐力他们团队，然后把小姐重新接回来，继续做我们的总监？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开工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两个再给我包庇他，我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。走开！我们包庇他干什么？出来！我们和我原来一起做生意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你们别拍了，行不行？我来拍了。现在只有这个人了啊！行了，你现在还没混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份上。小晴，我承认我这人对感情不太专一，这点我对不起你。但你整人不能往死里整啊！是，这酒吧垮了是没什么，这就是我那俩小兄弟忽悠我投的。但是你想过一件事没有？你搞这么大，如果这件事让我爸知道，我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说那些干什么？以前的事我根本就不想提。我现在就想让你帮我个忙。你说吧。你不是又看上唐小小了吗？还豁着脸上相亲节目上去追人家了。没关系，你继续追，捎带着把他跟王希杰给我拉远一点，他们走得太近。你搞这套就是为了要挟我破坏他俩，你好挽回王希杰是吧？没错。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刚才闹事的人里面还掺和着群众演员呢，还有那个拿摄像机的也是我请的。如果你这次要是再敢玩消失不听话的话，让我把你人肉出来，我让你好好出名。哎你，咱们这么说啊，就你现在和王希杰这情况，你觉得你们俩有可能吗？用不着你管，我有我的杀手锏。你真怀上了？我呢？废话，不是你的谁的呀？吃不动了。哎呀，哎，吃吧吃吧啊！顶着了。你们上班族啊，整天吃那个盒饭，那小脚一回家就狼吞虎咽的，跟你一样啊！多吃点啊，阿姨请你，你就多吃点啊。阿姨，您找我
到底什么事啊？吃饱了哈？太饱了。这样，阿姨呢是找你有点事儿。这本来嘛，这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是阿姨呢不把你当外人了。你看小小，你也知道她现在怀孕了。我是想让你劝劝她，把这孩子那个阿姨，我明白了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我觉着咱们说的这些话应该当着小小的面去说。你说这孩子毕竟没在我肚子里怀着，我说了也不算呀。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我找你来啊，不是让你说服他去打胎，我是让你啊帮我说服他流产。啊？高慧儿，非常感谢你还能再回来。道歉的话再多说也没意思了，希望你心里不要有什么芥蒂，还能全心全意地帮我打理公司的事务。黄总，其实您叫少天，以后说你不说您，怎么样？在外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私底下我愿意拿您当朋友。还您呢？对了，小小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这个啊，我不是故意想问那些你不想回答的，我只是觉得吧，小小现在工作也没了，而且网上乱七八糟说他什么的都有，咱们得帮帮他呀。还有杰子也是，他俩真是惨到家了，你说可怎么办呢？现成的方法暂时也想不到，要不晚上咱俩去看看他们。对了，你们这个上班族不都是下了班喜欢去那个健身房，在那跑步机上那个溜达溜达吗？你让小小也去那个健身房，在那跑步机上颠吧颠吧啊！再有还有那什么跳绳，也颠吧颠吧。我明白您的颠吧颠吧是什么意思了，但是小小现在怀孕了，就是我让她去颠吧颠吧，她也不能去颠吧颠吧。那您说我还怎么让她去颠吧颠吧呀？是吧？你有车吗？有，不过是自行车。我说的就是自行车，你怎么可能有车呢？来，阿姨跟你说，你也算是小小的蓝颜知己吧？你总不能忍心看着她怀着孕，非要当那什么单亲妈妈，执迷不悟吧？怎么着？想好了没有啊？阿姨，您敢看吗？您敢看，我就敢做。不好办呐，不好办。就是因为不好办，所以才来找你想想办法呀。你说就这么等着，眼瞅着俩孩子的婚事儿，这不就黄了吗？哎，有了啊！他们家老太太不是同意了吗？那就好办了呀。既然你承认那孩子是你们家希杰的，你可以绕开他父母，直接去找老太太呀。我怎么怎么说？我跟他说，那孩子是我们家希杰的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太不高明了。你呀，别这么说。闻什么闻呐？我跟你说，你这绝对是来对时候了。我们家中午啊才是正餐呢，看有多少菜，多吃。啊，你们家，我发现你跟他现在这么不见外呀。他一天到晚这伺候你吃伺候你喝，为什么呀？他是不是想占你便宜啊？我告诉你，他占你便宜，我跟他没完。根本就不是，我们两个顶多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。你那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可以给我暧昧的啊！鲫鱼汤来啦！你看，我都说别等我，快，凉了不好吃了。哎，多吃这个啊！哎，你也吃，吃啊！好吃吗？洋洋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齐丽还是有能力的。如果她能真的接手这个烂摊子的话，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。
但是如果只凭你们几个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么瞎撞，那可能这事儿就真的成不了了。我们总不能为了图自己的一时之快，来损失公司的利益吧？不是，我怎么就影响公司利益了？我怎么就图一时之快了？哎，你一直听着吧。就凭我对现在情况的这个分析，你觉得我比那个叫齐力的差很多吗？啊，另外一个，你现在把齐力，空降到咱们部门来，咱们部门的人能服他吗？你这根本就不是帮助咱们部门，你这是反而是增加内耗，你明白吗？起不到什么好作用。说的也是有点道理，可是我觉得洋洋兄弟这步棋下的高，但凡聪明的人遇到这个局面，肯定会这么做。你也觉得对？其实对啊，别无选择啊。小小，我不是说你辞职啊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你就能被这小的不能再小的打击给打成这样，就辞了？你就只能在办公室里当 team leader 吗？还没反应过味儿来啊？这就相当于慈禧垂帘听政。表面上看，洋洋兄弟代替了你的职务，但是所有的主意是咱们3个在这屋合计出来的。而且，虽然说你现在离职在家了，但是所有的主意还都是你拿，对不对？我就负责中间跑跑腿儿，只要这事做成了，最后所有功劳还都是你的。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这才叫真正的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对吧？Yes， 太高了这招！不是你说这么好的招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你是个公主，你从懂事的时候就有洋洋兄弟来护花使者，你什么都不用操心，什么用你想啊？什么都不用。哎，我不谦虚的说一句啊，就你们新车滞销的问题，如果咱们3个在这儿商量不出来的话，没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你快说说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别说，你还真挺会拍马屁的。这洋洋吧，从来就没有看上你过，今儿可倒好，今儿就凭你说的那几句话，都恨不得认你当亲哥了。拍什么马屁啊？我这是传递正能量，这有心理依据的。我跟你说，但凡这种有点女性化，但是取向又正常的男人，特别希望人家夸他为顶天立地的纯爷们儿。真的假的呀？行了吧，你别臭美了。哎，你干脆把自己封为天下第一大忽悠得了。也行啊。切，别臭美了。哎，你要真有本事的话，去把我妈摆平啊。我差点忘了，你把这收拾一下啊。那个碗就别洗了啊，不能沾凉水。不是，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有点事啊。别洗碗啊！什么事儿啊你？哎，我回告诉你。嘿，真是想起一出是一出哎。洋洋，你怎么了，哥？什么事儿这么心急火燎的？哥们儿，你得帮我一忙。喂，哎呀，你们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呢？啊？您看见我了吗？哦，看见了。啊，你准备好了吧？那你跟上啊。准备好了吧？
快进来，进来，大王你。这家里没别人吧？啊，没有，都让我给打发出去了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好。你看看，这叫你大老远的跑过来。你说，要我说呀，您这家里就您一明白人儿。小小他爸爸一看读书人，书读得多，办事儿比较死板。他妈妈呢，就不太好说了。你说他对待小小那态度，就感觉这闺女不是自己亲生的似的，连我都看不过去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呢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看我跟小小吧，隔着辈儿呢，有些话又不好多说，这眼下只能劝劝，根本做不了主。哎，这话您不能这么说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您既然在这家里住，您说的话就得算数。虽然不能来硬的，那他们也得尊重您的意见。你看看这一家子，老的不听，小的更不听，光说啊没用。哎，其实今天叫你来呀，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，你看看我现在能做点什么。这样干耗着，急死人。我呀，倒是有一主意。哎呀，小小，哎，小小，干嘛？洋洋，这怎么回事？阿姨，你想让小小也这样吗？就没这样干嘛？特别疼。好啊，你们俩竟然涮我！你干洋洋你到底是哪伙的你？王希杰，我好啊，你等着！哼，你们俩，哎，干嘛？啊！我就这么把这户口本给他，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您是不是希望小小跟孩子他亲爹结婚，对吗？对呀，那不就得了啊？现在小小怀着孕，他总不能跟别的男的结婚吧？他只要去领证儿，肯定是孩子他亲爹。那倒也是啊。还有啊，据我观察，什么不结婚就想把孩子生下来，根本不是小小的真实想法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早就知道他妈妈不同意这门亲事儿，所以才想了这么一个把生米煮成熟饭的这么一招。他妈妈不是不同意吗？那他就跟他耗着。3个月后，这眼瞅着肚子大了，人流做不了了，他妈还能让他去引产呀？哎，也是这么个理儿啊。我早就表明态度了，我是支持他的。他怎么还不跟我说实话？那要不说小小这闺女孝顺呢，她怎么跟您说呀？说了之后让你跟他妈去掐去呀，这家不是乱套了？哎呦，真难为这孩子了，他想的也太周全了。哎，要不这么办吧，我把户口本给你，你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啊。这合适吗？哟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就把那户口本往他眼前这么一拍，然后跟他说：“姥姥啊，只能帮他到这儿了，自己看着办。”行，啥都不说了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哎呦！瞧您说的，走，拿户口本去。好，这事儿可
就全拜托你了，放心吧。这样还不知道是你吗？打坏了。哟，这不用工作，气色变得挺好的嘛。哎呀，我也觉着，这无事一身轻的感觉，怎么这么嗨心呀？嗨心，你是嗨心了，把这烂摊子扔给我，烦死我了。哎，你得给我进入工作状态，没准分分钟钟让你官复原职。哪能那么快啊？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你说好好的一项目，弄成这样，我心里面还真挺舍不得的。但是没办法呀，现在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。适当的时候重新启动，可能会有一点机会。不是一点机会，是机会非常非常的大。这可得感谢你的前女友啊，江一晴。装包里头。好，好，好，抓紧了，赶紧给他们送过去。您就放心吧，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找老太太来聊会儿天吗？是吧？是我让他来的。你们都不在家，我不找个人聊聊天吗？妈，你跟他有什么好聊的呀？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你说不出口也得说。真要是一直被他压着，你们娘俩就得一直受他的气。你记住了，他对你什么样，你就对他什么样。你那亲家母可不是个善茬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得摆出一种姿态来，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你儿子。什么引狼入室了？怎么就引狼入室了？啊！我一边劝着你们家的闺女，我还得帮着你哄着你们家老太太，我怎么就是裸狼了我？嘿，你还跟我来劲了？你以为我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吗？告诉你，就算我们家小小不明不白怀着孕，轮不到你那个倒霉儿子当这个现成的爹。人家好歹也是客人，你进门就嚷什么嚷？哟，我们家才不是什么收破烂的，就你这态度，我还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。千万别考虑，用不着，别再当了你们家的儿子，收那些人血狗不带劲的歪瓜裂枣。你说这故事要真演成了，你得抱个什么质量的孙子呀？啊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这是我家，难听你得听着。行了行了，有完没完你啊？你是说被张丽月伤害过的那些姑娘们，已经写了公开信发到咱们网站上了？不仅如此啊，我还让公司的人设立一个举报邮箱。如果在将来的活动中有发现什么活动嘉宾有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只要举报，证据确凿，咱们还会给举报人一定的奖励。变被动为主动这方法好，但是我觉得做的不够彻底。我觉着啊，应该让观众不仅监督嘉宾，更重要的是监督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活动定义为一个不带有任何娱乐色彩、严肃且真实的相亲平台。哎，这挺好的。对，为什么没想到？笨的。哎，梅里真的还不行。我希望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真瑞啊，真的，这些天啊，没你在我眼前晃荡，我这生活和工作都缺了很多滋味儿。真瑞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我怕说了你会不高兴。要是我的私生活的问题，就别说了啊。江一晴跟你分手之前就跟张丽月劈腿了。那天他来举报张丽月，无意中说漏了嘴。
有了这个呀，迟早你得服软。妈，你说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？你跟他瞎搭个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就这娘俩心眼多着呢。没心眼子能对付得了你啊？我和小小爸爸就是心眼儿太实了，所以这家里什么都你说了算。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？怎么还胳膊肘向外拐了？我是您亲闺女，那小小是我闺女，咱们才是一家人呢。你还知道是一家人？那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逼小小打胎？反正我说他也不听，我现在不想让他打胎了。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了，我只好想办法让她流产了。啊？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哎，发现目标，快！哎，唐小姐，听说您并非是自己辞职，而是被公司开除的，是吗？这些都是我的隐私，请你们不要再问我了，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。请您坦诚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吗？替媒体发文上次说的水分很大，意外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？意外孩子的父亲，请你们让开一下好吗？请你们让开好吗？都不想看。你们干嘛？啊？那么多正经的事你们不去采访，不敢报道，围追堵截一姑娘，有意思吗？有没有点底线？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私生活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吗？走，走，铁子，没事吧？走吧，先走。这帮捕风捉影的记者就是欠，什么事儿都跟他们有关系。小小，没事啊。哪天我给你雇俩保镖，鞍前马后给你伺候着。谁要是再敢来骚扰你，直接给他腿打折，看他们谁还敢来。你太低估他们了。即使他们变成了铁拐李，娱乐精神也不能丢。行了，你们俩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反正他们今儿来的这一出啊，还真把我吓了一跳。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咱们一定得想个好方法。我觉得吧，小小还是得亲自站出来表个态。虽然说你上次离职的时候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，但是那次毕竟不是很正式。哎，茄子，就你们那悲催的活动还办吗？依我看，小小干脆就拿出点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的勇气，干脆在你们那活动上把事儿说明白得了。这个办法不好，我觉着慎着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现在有多少的小明星、大模特，他们削尖了脑袋要往新闻的头版头条上扎，怎么扎都扎不进去。他们从青春期等到了更年期，即使扎上了，转瞬即逝。小小不是这行业的，他现在只要做到闭嘴、低调、不回应，慢慢的关注度下降，他又回到了不被打扰的生活状态。唉，想起来就觉得美好。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样的生活呢？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了，来，干杯。来，明天更美好。干杯。哎呀，要是没有这个王希杰呀，你这么多事儿啊，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他这个人脑子真的挺快的。哪怕他这次说的再对，我也不能听他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是还要去参加那个相亲活动吧？也许对于我来说，用时间来降温确实是最好的方法。但是对于王希杰来说，这就等于是活活的等死。可是小小，那个只是一个项目啊。王希杰已经被停薪留职了，其实就是被开除了。你知道吗？他曾经跟我说，这个项目对于他来说，事业上升最重要的那个转折点。而且，他一直认为，一个男人必须要事业有成，要有经济基础，才有资格去谈家庭、孩子，还有妻子。在
某种意义上，这个项目对于他来讲，就像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对我一样。杰子啊，趁他们俩不在，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。肿么了？还肿么了？你说肿么了？就今天这种英雄救美的大好机会，你怎么不让我来呀？这要是让我赶上，那我在小小心里的地位就能直接从这儿能提升到这儿啊！我这立马就高大威猛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规定情境是我设计的，这不得赶上算吗？反正你以后不能总做这种喧宾夺主的事儿了啊！上次在医院的时候就这样。哎，你说你老做这种抛头露脸的事儿，万一哪天小小脑袋被门掩上了，看上你了怎么办？小小就是脑袋被门掩了，被门钩子抽了，被驴踢了，他都不会看上你。去你的！这你放心啊。说正经的，你说咱们就这么坐以待毙，干等着风头过去，能行吗？真不用帮小小做点什么？做得做呀。做什么呀？这个阿姨，这我们家户口本怎么跑您那儿去了？妈，您去小小家偷的吧？阿姨，这做假证这可是违法的，您做我们家户口本干嘛呀？别弄！这当然是你们家里人给我的呀，我还能真去偷呀？小小，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阿姨还得送你一份大礼呀。阿姨，是不是我姥姥给您的呀？哎呦，还是你孝顺呐，知道姥姥心疼你哈。哼，姥姥说了，她呀，只能帮到你这儿了，你呢自己看着办。我自己看着办，我怎么看着办呀？阿姨，其实我跟我家人已经都说好了，我不结婚。接不接的，你也先拿着。这可是阿姨冒着你妈的枪林弹雨给拿出来的，万一你改变主意了呢？想和孩子他爹去把证领了，那直接奔着民政局就把事儿办了吗？行了，妈，您还嫌小小不热闹了？您藏这事儿干什么呀？你是我干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呀？不是妈，不是您的意思是，你拿户口本被小小妈看见了，那她来找我，我就问我废了。我说过我被小小妈妈看见了吗？您这样能不被看见吗？你急什么呀？你妈什么时候拖过你后腿？哎呦，你把这还挑逗我！行了。你吓坏他了！没事没事，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？就你，我妈声大。没事，我胆儿大，阿姨。小小呀，是这样的，你妈妈呢只知道我去过你们家，姥姥把户口本给我这事儿啊，只有我和姥姥知道。我妈就不把自己当外人。行，本来就不是外人。你小子这次能够放下面子把高慧给请回来，还真让我刮目相看。还说呢，这不都怨您呐？人家高慧多善良多老实一姑娘，您没事非让人家玩什么潜伏，上个班都差点没上崩溃了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小子不靠谱吗？幸亏我让高慧看着你一点，要不然呢，还不知道你会惹多大的麻烦。哎呀，爸，这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？您甭总翻旧账，有意思没意思呀？不过，这高慧是真不错，她在的时候我还真没觉着，她这一走吧，好多事儿我还真玩不转了。哎，我多句嘴啊，那个唐小小，现在怎么个情况？你小子不会还在打别人主意吧？我怎么打人家主意了？我那叫为他排忧解难。
哎呀，您是没看见，昨天那些小道记者啊，全都涌到人家门口去了，那叫一个惨无人道。要我说，人家姑娘怎么了？人家不就是怀个孕吗？他们至于的吗？真是。爸。